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话说古时，距离长安城100多里的巨峰镇有一个无赖，名叫李林。此人从小不学无术，好吃懒做，父母都拿他没办法，对他失望至极。在李林还未弱冠的时候，就双双去世了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傻人有傻福。在李林小的时候，他的祖父曾经给他定下了一门娃娃亲，对方也是信守承诺之辈。在李林18岁那年，对方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了李林为妻。女子的名字叫慧芳，性格温柔。自从嫁过来之后，把家中上上下下打理得十分妥当。家里虽然一贫如洗，但是却十分干净整洁。李林刚开始的时候还跟着狐朋狗友一起鬼混，可是看到妻子温柔体贴，当下有些愧对妻子。慢慢的，李林收敛了之前好吃懒做的性格，在镇上找了一份工，每日外出做工，赚钱补贴家用。很快的，慧芳怀上了孩子，李林十分高兴，赚起钱来更加卖力。他希望在儿子出生之后，能让儿子过得稍微好一些。10个月后，妻子为李林生了一个儿子。李林看着白白胖胖的婴儿，为其取名为李志高，希望他能志存高远，将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本以为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，可是慢慢的，李林和妻子慧芳发现李志高有些不对劲儿。别人家的孩子大多长到1岁的时候已经会走路了，可是李志高居然连站都站不起来。李林和妻子慧芳赶紧带着李志高去看大夫。大夫一番诊治之后，声称李志高的骨头有问题，若是要彻底治好的话，少说也要10两银子。一听到大夫这么说，李林和慧芳顿时觉得如同天塌了一般。要知道，普通人家1年的开销也只有1两银子左右，整整10两银子，或许对于大户人家来说并不算什么，但是对李林和慧芳来说，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二人抱着李志高回到了家。李林看着儿子这个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他觉得妻子慧芳自从嫁给自己之后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现在儿子出事了，自己也没有能力给儿子看病，真是枉为人父，枉为人夫。在思考良久之后，李林最终决定再次做他的老本行。在李林未成亲之前，他虽说好吃懒做，但是也有自己的来钱手段。李林经常潜入大户人家偷取一些钱财，少的时候1两两银子，多的时候能偷到10几两，甚至几十两。不过这样做也冒着极大的风险。以前的李林是一个吃饱全家不饿之人，抱着大不了抓住被打死的心态，屡次作案都没有被人抓到。此时的他为了给儿子看病，决定再次去大户人家偷盗钱财。就这样，李林趁着妻子和儿子睡着，悄悄地出了家门。他来到一个大户人家，翻墙而入。大户人家的东西太多了，随便偷个1两件拿出去变卖，都会卖到不少银子。况且对于大户人家来说，丢失这些小物件，或许得等到很久以后才会知道。李林小心翼翼地潜入了大户人家的书房。他在书房之中一番寻找，找到了一幅字画，看上去并非凡品。可是就在他拿着字画打算翻出府中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吆喝着抓小偷。还没等到李林翻出院墙呢，就被府中的家丁给抓住了。大户人家的家丁把李林打得奄奄一息，天亮之后送交官府。官府的县令是个新上任的年轻人。俗话说得好，新官上任3把火。更何况李林偷的这幅字画确实不是凡品，这幅字画最少值300两银子。因此虽说李林只是偷窃之罪，但是涉及的金钱数目巨大。按照当场的法律，李林被判处秋后问斩，
慧芳得知此事之后，一时之间伤心地晕了过去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儿子的病还没有治好，丈夫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县令在了解完慧芳家的事情之后，对慧芳母子非常同情。不过李林犯罪是不争的事实，县令只能依法斩首示众。但是在李林死后，县令帮着料理了李林的丧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拿出钱来给李志高治病。在连续吃药半年之后，李志高终于可以如同正常孩子一般站起来行走了。慧芳是个明辨是非的女子，她知道李林犯错在先，县令只是秉公办理，况且县令还治好了儿子的疾病，所以她对县令十分感激。逢年过节总是拿一些礼物去县令家中拜访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，一转眼李志高已经12岁了。由于小时候的疾病，所以慧芳一直以来对李志高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因此李志高长得要比同龄孩子高大不少。由于家庭贫穷，所以李志高也没有正式读过书，小的时候倒是念了1-2年私塾，认识几个字。从10岁开始，他就已经学习种田，帮着家中分担压力了。这一日，李志高种田回家，看到母亲又在房中咳嗽，李志高暗暗皱眉。母亲常年累月的劳累，身体已经落下了不少病根。李志高想要请大夫为母亲医治，可是都被母亲给回绝了。李志高知道家中是没有多余的钱给母亲看病的，因此每次看到母亲虚弱的样子，他也只能心中暗暗难过。慧芳看到李志高扛着锄头回来之后，招呼着李志高进屋。李志高进屋一看，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桌子上居然摆满了丰盛的菜肴。这些菜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。李志高疑惑地看向母亲慧芳，慧芳微微一笑，招呼着李志高坐下吃饭，边吃边聊。在吃饭期间，慧芳对李志高说道：“你父亲去世得早，你从小也没有什么读书的天赋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让你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出息。我打听过了，离此地50多里有一个武馆，那里招收学徒，你去武馆学武艺吧。等学成归来，或是给大户人家做护院，或是去镖局工作，都可以的。”李志高听到母亲这么说，拧紧了嘴唇，半天没有说话。他也不是不想去学武，只不过母亲这段时间身子越来越不好，李志高怕自己走后，母亲万一有个3长2短，没有人照顾。慧芳知道李志高是担心自己的身体，于是安慰李志高说道：“你不必考虑我，咱们附近的乡里乡亲都是淳朴善良之辈，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他们也会搭把手的。”不过显然慧芳的劝说是没有用的，李志高怎么也不愿意去学武。慧芳生气了，随手抄起了旁边的笤帚，朝着李志高打去，一边打一边哭着对李志高说道：“我打死你个没出息的，你要是不去学武的话，我就打死你。”李志高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当即十分愤怒。要知道一直以来，慧芳对李志高都十分好，李志高从小也算懂事，所以一直以来慧芳都没有这样打过李志高。李志高心里觉得委屈，于是对慧芳说道：“你别再打了，我去学武就是了。”随后怒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再也没有出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慧芳给李志高收拾好了包裹，拜托当地的赵大伯把李志高送到了50里以外的武馆之中学武。看着赵大伯带着李志高走出了村口，慧芳不禁流下了眼泪。她口中喃喃地说道：“哎，可怜的孩子，不要怪为娘心狠，为娘要是多活几年的话，也能帮衬着你。可是现在这个情况，往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一个人走了。”原来慧芳之所以这么着急的让李志高外出学武，
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常年累月落下的病根，使她最近虚弱不堪。她不想儿子在自己死后孤苦无依，没有一技之长，受人白眼，你只好送他离开了。李志高走了之后，慧芳一个人生活着。这一日将近傍晚时分，突然来了几个人借宿，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妇人显然已经怀了好几个月的身孕了，还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和一个12、13岁的小姑娘。慧芳看着这一行人，穿着打扮十分怪异，要知道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价值不菲的绫罗绸缎，但是此时这些昂贵的衣服上面沾满了污垢，看上去这一行人狼狈不堪。那中年男子对慧芳说道：我们家的夫人身怀有孕，今日想在此地借宿一晚，不知可否方便呢？说完之后，中年男子从怀中掏出了一锭银子递给慧芳。慧芳并没有接过银子，他对这一行人说道：我儿子外出学艺，房屋正好空着，不过你们3个人晚上该如何歇息呀？中年男子此时环顾四周，然后说道：这倒是无妨，让我们家夫人住在房内，小丫鬟住在旁边的柴房中，我就不睡了，在外面守着。慧芳听到男子这么说，觉得有些不妥，不过那位怀有身孕的妇人却很赞同男子的安排。临进屋之前，妇人对中年男子说道：那晚上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中年男子拱手向妇人保证说道：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夫人的安全。慧芳只是乡下的一介村妇，并不懂这其中的弯弯绕绕，当下也不再多想，就这样回屋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慧芳起床之后发现这3人还没有离开，其中那中年男子又对慧芳说道：此地有没有偏僻一点的居所？我们家夫人要安胎，不喜欢人太多，若是您能帮忙照顾我们家夫人，再给我们安排一个清静点的住所，我一定会重金酬谢的。慧芳此时也已经习惯了这些人的怪异秉性，对中年男子说道：我倒是知道有一处地方几乎是人迹罕至，等吃过早饭之后我带你们去。就这样，早饭过后，慧芳带着这一行人上了山，走了大概1个时辰，他们抵达了一处破败的宅子前面。与其说是宅子，倒不如说是几间瓦房更加贴切。只见上面结满了蜘蛛网，有好几处都已经漏风，实在不是人应该待的地方。慧芳本以为几人会十分嫌弃，可是中年男子却非常满意。他对旁边的小丫鬟说道：把这里打扫一下，夫人就在这里安胎吧。就这样，他们花了2天时间把这里修缮了一番，几人就这样在此地住了下来。中年男子给慧芳一些钱，对慧芳说道：我看你身体虚弱不堪，这些钱你拿着先去看病，我们家夫人不到3个月就要生产了，这些时日还要麻烦你帮忙照顾呀。慧芳起先是不肯接受这些钱财的，只不过中年男子一味要给，慧芳只能接受。就这样，慧芳拿着这些钱去镇上看了大夫，大夫声称慧芳身上的病症只是常年累月劳累形成的，只要坚持服用汤药，不要过于劳累就行。就这样，中年男子每个月都会给慧芳一些钱，让她去山下采买一些食材和衣物，剩下的钱可以供慧芳看病抓药。慧芳虽说照顾着怀孕的妇人，但是比起之前的辛苦劳作要轻松了不少，身体也渐渐地好了起来。在这期间，慧芳的儿子李志高多次写信想要回家看望母亲，可是慧芳却声称自己在家中很好，让李志高不要挂念。就这样，在慧芳的精心照顾之下，那妇人平安地产下了一个男孩。由于慧芳有带孩子的经验，所以她也帮着妇人带孩子，生活一直以来都过得十分平淡。就这样又过了3年，此时原本襁褓中的婴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孩童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慧芳感觉到十分奇怪，在这3年时间里，
慧芳知道他们应该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夫人和下人，只是她不明白的是，那中年男子出手阔绰，看上去并不是经济拮据之人，可是却一直以来住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，从不与外界接触。慧芳好几次都想要把自己心中的疑惑问出口，可是每次当她提起此事的时候，中年男子都会一脸严肃地对慧芳说道：你只要照顾好我们家的夫人和小少爷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，要不然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慧芳知道这中年男子身怀武艺，而且还是一位武功高强之辈，于是往后也就不再询问这几人的身世背景。这一日，慧芳回家之后，远远地看到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站在自己家的院门外。慧芳愣了一下，随后鼻子一酸，快步跑上前去。原来这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离家3年多的李志高。此时的李志高已经长得如同成年人一般高大了，不过年纪只有16岁，所以面容还是像之前那般稚嫩。慧芳望着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李志高，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只见李志高此时跪下，对慧芳说道：娘，孩儿已经离家3年多，现在学成归来，往后我再也不离开您了，在您跟前尽孝。慧芳扶起了儿子李志高，把儿子带进家门。李志高看着母亲比3年之前身体还要硬朗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他对慧芳说道：母亲，我怎么觉得您比之前还要年轻了不少呀？慧芳知道这些年来，多亏中年男子给自己的钱，让自己能够看病吃药，而且不用那么辛苦的为了生计劳碌，所以才把那虚弱的身体慢慢的养得健康了一些。不过这些事慧芳是不打算告诉儿子李志高的，因为他曾经向中年男子保证过，他们一行人在山上居住的事情，慧芳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为了迎接儿子回家，慧芳特意做了一桌子的好饭好菜。吃过饭之后，母子2人坐在一起聊天，一直到夜深了，这才双双回屋睡觉。往后的时间里，李志高一直在家中陪着母亲慧芳，母子2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一般，十分的亲近。这天晚上，李志高由于天气太热，躺在床上久久未能入睡。就在他迷迷糊糊即将睡着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。李志高坐起身来，朝着窗外看去，却发现母亲慧芳提着一大包东西走出了房门。李志高觉得十分奇怪，于是悄悄地跟在母亲身后。他发现母亲居然朝着山上的方向走去。李志高跟在身后，走了大概1个时辰，发现母亲走进了一户人家。李志高不知道这3年以来母亲到底经历了些什么，于是并没有轻举妄动。他看到母亲在敲门之后，一个中年男子为母亲开了门。当下李志高以为母亲是因为守寡多年，耐不住寂寞，所以与人私会。一想到这，李志高心中怒火中烧。他也并不是反对母亲改嫁，若是母亲光明正大对他说的话，他肯定会同意的。可是现在与人私会的事情，若是被传出去的话，他们在当地肯定会声名扫地的。就这样，李志高越想越生气，他气冲冲地踹开了院门，冲了进去。中年男子看到李志高冲进来之后，当即便挡在了李志高的前面。李志高冲着中年男子挥拳打去，可是虽说他已经学武3年多，对付一般的普通人绰绰有余，但是对付武功高强的中年男子却完全不是对手。短短几招就被中年男子放倒在地。李志高此时十分不服气地骂道：你这个淫贼，快点放开我，要不然的话我就要报官了。慧芳在屋内听到外面的动静，赶紧跑了出来。当他看到李志高被中年男子按倒在地，十分焦急地对中年男子呼喊着说道：他是我的儿子，你快点把他放开。中年男子闻言，只好放开了李志高。李志高站起身来，询问母亲究竟是否和这中年男子有染。
母亲眼看着瞒不住，可是她答应过中年男子不把此事说出去，一时之间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就在这时，中年男子开口了，他对李志高说道：你的母亲并非与我有染，她这几年来一直照顾着当朝的皇子。李志高和慧芳听到此话之后，都惊得目瞪口呆。慧芳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这3年以来一直照顾的小少爷居然是皇子。面对二人的疑惑，中年男子最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讲了出来。原来，当朝的皇上生了3个儿子，都意外夭折。在生第4个孩子的时候，皇上怕有心人加害皇子，于是特意上演了一出戏码。那一日，身怀有孕的皇妃去宫外，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祈福，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刺客，皇妃被逼无奈，跳下了悬崖。当消息传到皇宫的时候，皇上伤心欲绝，特意把朝将近半个月，这才从悲伤之中走了出来。此事弄得人尽皆知，大家都知道皇上的皇妃在宫外遇刺，掉落悬崖。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皇上的一场计谋。在悬崖下面，皇上早就派了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守着，等到皇妃跳落悬崖之后，立刻被皇上的手下转移。而这中年男子则是被皇上派来保护皇妃和皇子安全的人。不仅如此，皇妃身边的侍女也被派了过来，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，他们一直隐居在这大山之中，只等皇上派人接他们回皇宫。事情真相大白之后，李志高明白了一切，他知道自己误会了中年男子，对中年男子拱手行礼说道：刚才是我误会你了，我在这里向您赔礼道歉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吧。中年男子并没有在意，摆了摆手，对李志高说道：无妨无妨，谁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。不过我听你母亲说你在外学艺多年，可否愿意留下来保护皇子？等日后皇子回宫之时，我向圣上为你求个一官半职。李志高听到此话之后，十分开心，他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保护小皇子的安全。从此以后，李志高和母亲一起在此地照顾着年幼的小皇子。就这样又过了2年，中年男子突然接到消息，声称皇上病危，让他们马上带小皇子回宫。一行人在回宫的路上遇到了不少的刺杀，不过中年男子在这2年中也教了李志高不少的武功。李志高进步神速，认这中年男子为师傅。师徒2人在路上保护着皇妃和皇子的安全，经过半个月的路程，终于平安到达了皇宫。此时的皇上已经病入膏肓，他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十分激动，特意颁布诏书，声称流落在外面的皇子现在已经回来，他要立这孩子为太子。不久之后，皇上驾崩，太子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，而曾经照顾过太子的众人也被一一封赏。慧芳被封为了诰命夫人，而恰逢当时边关有人造反，李志高帮助皇上平叛逆贼，立了很大的功劳，皇上封他为兵马大元帅，一时之间荣耀非凡。自此之后，李志高和他的母亲慧芳也过上了人上人般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